曾经有一种疾病，每年都有几十万人被确诊，可是却只在穷人之间传染，非常的离奇。就当所有的医生都认为这是细菌引起的流行病时，美国有位医生却持有反对意见。为此，他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恶心实验，不仅吞下了所谓传染病患者的皮肤痂、鼻涕、痰和粪便，还往自己体内直接注射了他们的血液。先不说被传染的概率有多高吧，光是这些骚操作就足以令人作呕。那最后实验的结果如何？这名医生又是否成功验证了自己的想法呢？糙皮病也被称作为赖皮病，主要症状为腹泻和皮炎。那些暴露在太阳光下的皮肤通常会经历脱皮、发红、发硬、出血等症状，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瘫痪、精神错乱、痴呆。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，患者极有可能在4到5年内就死亡。在1900年至1940年间，美国记录了300万个糙皮病病例，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。起初，医生普遍认为糙皮病是一种由微生物传播的传染病，因为有调查发现，这种病几乎只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困社区当中肆虐。这一点与霍乱、斑疹伤寒等大多数流行病高度重合，因此大部分医生只能通过腹泻、痴呆、皮炎这些症状来确诊此病。更有甚者直接下定论，想要预测某人是否会感染上糙皮病，只要看他的邻居有没有就行了。然而，有位名叫约瑟夫·戈德伯格的医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。约瑟夫是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的一名医生，也是著名的流行病学家。从1902年开始，每当有新的流行病爆发，约瑟夫都会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进行研究，就比如当年的黄热病、斑疹伤寒、沙姆伯格病和登革热。凭借出色的研究成果，约瑟夫名声鹊起。当然，一次又一次的投身抗疫事业，也使得他自己没能躲过感染，但这却丝毫影响不了他与疫情斗争的决心。到了1914年，约瑟夫正在底特律抗击白喉疫情，临时接了领导的通知，要求他立刻转向研究糙皮病。在当时，糙皮病迅速蔓延，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穷人陆续因病去世。仅仅是南卡罗来纳州在1912年就报告了3万个病例，死亡率高达恐怖的40%。很快，约瑟夫发现糙皮病似乎在南方地区尤为猖獗，于是他走访了数十个城镇搜集信息。根据多年来的抗击疫情的经验，约瑟夫率先研究了精神病院、孤儿院的情况。然而在这些地方，只有囚犯和孤儿感染了糙皮病，剩下的工作人员即便每天都会与患者们进行接触，仍旧安然无恙。话说，细菌又不会区分他们的身份，传染起来更不可能差别对待。因此，约瑟夫大胆猜想，糙皮病根本就不具备传染性，至于真正的病因还有待研究。可是该结论一出，与之持有相反意见的医生和政客立刻群起攻击。约瑟夫被骂成了这项哗众取宠的江湖骗子，他的诸多研究成果也被比作一坨屎。更过分的是，由于这些人的强烈反对，约瑟夫的许多病人都无法得到及时治疗，最终遗憾离世。为了堵住他们的嘴，约瑟夫决定找出引发糙皮病的罪魁祸首。根据多年来研究流行病的经验，约瑟夫怀疑南方人之所以患病率高，是因为他们的饮食单调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贫穷的农民基本只吃3种食物：面粉、糖和肥肉。首先，这些东西的价格较为低廉，热量又高。其次，南方地区的农民主要还是依靠种植棉花来维持生计，他们不种菜，不养牲畜，饮食上确实搞不出什么花样。至于来自城镇的棉花厂，为何也受到了糙皮病的影响？那是因为老板经常给工人们发代金券代替工资，而代金券只能在棉花厂里面的杂货铺使用，和里面的产品又十分单一，工人们通常只能购买到一些家庭必需品，就比如玉米粉、肉干和糖蜜。当然，这些东西都是高热量的，吃饱肚子绝对不是问题。最后，当人们长期不摄入新鲜的蔬菜、肉类、奶制品，身体势必会缺乏某种必要的营养成分，从而导致疾病。那按照这个思路，约瑟夫找到了几家患者人数较多的精神病院和孤儿院，为他们改善伙食。很快，病人和孤儿的一日三餐当中就开始添加了新鲜的牛奶、鸡蛋、燕麦和豌豆。没过多久，糙皮病的发病率不仅没有上升，反而大幅下降。一部分精神病患者甚至治好了痴呆，达到了出院的标准。初次实验结果喜人，这让约瑟夫信心倍增。紧接着，为了尽可能的把控实验的严谨性，他决定让健康的实验对象开始摄入南方饮食，看看他们是否会患上糙皮病。1915年，约瑟夫联系了密西西比州州长，提出征用尚未被糙皮病感染的蓝鲸州立监狱来做实验。为了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，约瑟夫承诺，在实验结束后，参与者能够直接被赦免，恢复自由身。很快就有11名囚犯自愿参加。约瑟夫先是将他们隔离在干净的牢房中，随后这些实验对象每天被投喂典型的南方饮食，就比如饼干、肉汁、玉米粉和糖浆。在大约5个月后，他们全都变得萎靡不振，其中有6个人身上出现了大片皮疹，还有几个更是严重到无法行走的地步，恨不得直接挨一枪到来得痛快。为了实验严谨性，约瑟夫邀请了几位皮肤病专家来会诊。果然，这6名实验对象均被确诊了
的糙皮病。结果显而易见，约瑟夫证明了，只要在患者饮食当中加入新鲜的食物，就能够避免糙皮病。反之，如果不吃这些的话，就很容易导致糙皮病的发生。他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，糙皮病压根就不是什么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，而是由于饮食失调导致的营养不良，而往往穷人最容易中招。对此，一部分科学家对于约瑟夫的研究结果大加赞赏，但还有一部分人仍然极力反对，他们批评这些实验根本就不成熟，约瑟夫就是想哗众取宠罢了。不过令人意外的是，约瑟夫的研究除了引发学术上的争执之外，还上升到了当时的美国内部矛盾。要知道，约瑟夫出生在纽约，他现在将传染病归咎于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上。对于南方的医生来说，约瑟夫推翻了公认的传染病，说成是贫穷导致的，这严重践踏了南方人的尊严。而对于政客来说，约瑟夫的行为相当于一名北方人站在了制高点上，对他们的饮食习惯和经济体系指指点点。因为历史原因，南北双方本来就积怨已久，因此在舆论的带动下，南方民众对于约瑟夫的敌意越来越深。另一边，一心只想找到治病良方的约瑟夫对此十分的惊讶，他没想到自己所做的努力到最后不仅不被承认，还被扣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名。他尝试过解释，但每一次只会掀起更大的争议风波，越描越黑。最终约瑟夫忍无可忍，下定决心要反击，哪怕是用最恶心最极端的手段。从1916年4月开始，约瑟夫先后举办了8次恶心派对。具体有多么的恶心呢？大家想象一下，约瑟夫在每次会诊糙皮病患者时，都会刮下他们的皮肤痂，以及收集他们的粪便和尿液，最后将这些排泄物与面粉、饼干碎屑混合搓成小药丸，等在派对上分发给客人服用。据统计，参加派对的人大多数都是约瑟夫的医生同事，其中还包括了他的妻子玛丽。在派对上，客人们先是服下了秘制小药丸，然后接受注射，还有的直接把糙皮病患者的血液注射进体内。有时候，约瑟夫还会用棉签蘸取糙皮病患者鼻子和喉咙内的分泌物，然后再插进客人的鼻子和喉咙里。如果糙皮病真的是急性传染病，那么上述的这些骚操作约等于在自杀了。在派对结束后，有许多客人都感到恶心想吐，但这些都只是心理上的副作用，他们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。在观察了半年后，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都安然无恙。虽然过程很恶心，但这种极端的方式非常有力地证明了糙皮病并没有传染性。终于，约瑟夫的理论说服了许多先前怀疑他的人，但总有些顽固分子听不进去，仍然在想方设法地攻击约瑟夫。到这个时候，约瑟夫已经不想理会了，他还有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，那就是找到糙皮病患者饮食当中真正缺少的营养元素，而约瑟夫怀疑的是一种维生素。只可惜，在1928年，约瑟夫患上了肾癌，第2年就匆匆离世，享年54岁。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面，有关于维生素的研究发展迅速。事实证明，约瑟夫的推论是正确的。在1937年，威斯康星州有位化学家终于分离出了一种分子，现在被称为烟酸或是维生素 B3。人体一旦缺少这种维生素，就会导致糙皮病。当时人们为了纪念约瑟夫，将它命名为维生素 G。而实际上，玉米本身含有烟酸，但人体是无法直接吸收的，除非玉米经过碱化处理才能释放出烟酸。这样一来，找到罪魁祸首后，治疗方法也就迎刃而解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在20世纪40年代初，美国政府在面粉里面强制添加了烟酰胺，短短2年内就根除了全国的糙皮病。所以无法想象，当年力排众议的约瑟夫究竟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。穷人因居住条件差、营养不良，进而免疫力低下，更容易感染各种疾病。一直以来，约瑟夫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因贫困而染上瘟疫的人，希望能够减轻穷人们的痛苦，改善生活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不惜与舆论做斗争，就连去世后，他的家人仍然继续忍受着舆论的非议。对于约瑟夫来说，没有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确实很遗憾。但如今，他的成就不会再默默无闻，他追求科学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也永远不会被世界遗忘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约瑟夫的一生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